欢迎收看《投资应总经》。最近可以说是多事之秋，俄乌战争还没有落幕，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又升温，在地缘政治风险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，对经济造成的影响也跟着扩大。因此，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聊美中角力再升一级，大国经济战里的风险与机会。我们在第31集时就已经说过，今年看多石油类股的原因之一，在于中东产油国的冲突不断。当时我们还假设两种情况，一种是青年运动叛军攻击商船，引起英美等联军的反击；另一种则是以色列与伊朗爆发严重的冲突。很不幸的，以色列和伊朗的开火造成石油、黄金等商品瞬间走高。而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升温的背景下，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却没有减缓，反而还继续升级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看到4月初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问中国之前，美方就已经先确立了两大方向。第一，中国电动车、太阳能、电池等3大补贴产业已经产能过剩。第二，警告北京不要援助俄罗斯。对比上一次2023年耶伦访问中国时反对美中脱钩的言论，这次的态度有着明显的转变，在访问期间保持着强势的立场。不过在耶伦离开中国之前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高调访问中国，由此可见美中双方对立的态势其实没有和缓的迹象。耶伦访中结束后更表明，美国不会接受新兴产业遭受中国进口补贴重创，重演2000年代初期中国廉价商品涌入，导致美国流失200万个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冲击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报道，美国认为中国产能过剩，不过中国却认为这是他们的制造实力。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统计数据，中国2024年第一季实际使用外资，也就是 FDI， 年减 26.1%。特别的是，这是以人民币计价统计的数据，而过去比较常以美元计价的 FDI 指标，现在已经不再公布了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从 FDI 年变化率看出端倪。目前的数据已经创下2018年以来最差的表现，显示外资人走茶凉的情况。同时，全球调整供应链的脚步也没有停下。中国在面对供应链外移的冲击时，2024年第一季的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降到 73.6%， 也是7年以来的低点。如果再细看各项产业，依据环亚经济数据统计，2024年第一季中国汽车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低到 65% 以下，电气设备业为 73%， 计算机和通信约 75%。 这当中下降最多的竟然是汽车制造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进一步说明之前，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。2024年是财讯50周年，始终不变的是对台湾价值的认同与坚持。如果您也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，再迎接下一个50年。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报告，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在2020年获得政府补贴大约 2.2 亿欧元，到了2022年更暴增到21亿欧元，大约是730亿台币。而政府的补贴占比亚迪的营收也从 1.1% 增加到 3.5%。 中国电动车产业得到政府这么多补贴，出口量又超越日本，那么获利应该很可观吧？事实上正好相反，最近刚推出 SU7 电动车的小米董事长雷军在4月18日坦诚说，纯电轿车从来没有听过哪家企业是赚钱的，有的一辆车会亏人民币10几万元。到目前为止，除了特斯拉还能赚钱之外，其他品牌都是赔钱的。花旗的报告还预估，小米今年每卖一部 SU7 就会赔 6.8 万人民币，整个造车业务估计会亏损41亿人民币。这也代表着电动车产业杀价严重的程度。面对这么激烈的竞争，让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4月15日宣布全球裁员 10%， 预估超过14000人会被解雇。紧接着又在19日宣布降价，试图缓解库存压力。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检视特斯拉的营运策略，
2019年，马斯克为了解决量产问题，前往上海设厂，而取得免费土地的条件，则是将零组件供应链放在中国。紧接着，特斯拉开始量产，搭配全球能源转型以及独特的营运策略，让马斯克一举成为全球首富。不过，当中国品牌强势崛起后，现在特斯拉却被挤下电动车龙头宝座。我们在34集时也跟大家聊过，欧美面对中国电动车的竞争展开了各种限制，像是欧盟在2023年10月对中国进口电动车是否涉及政府不当补贴进行调查。美国商务部在今年3月则是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调查中国互联网汽车的风险。除了电动车，另一个左右大国之间博弈的产业则是半导体。我们透过台积电4月的法说会来检视半导体产业的状况。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上次预估半导体产业2024年会成长超过 10%， 但这次却下修为成长 10%， 而全球晶圆代工产业产值也从上次成长 20% 下修为成长 14% 到 19%。 至于台积电今年的营收成长，则还是维持原先的预测，大约 21% 到 26%。 这代表像是汽车、消费电子等半导体成熟制程需求走向疲弱，不管是价还是量都不如预期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，之前美国不是对中国祭出了半导体禁令吗？那时中国就尽可能的大量抢购成熟制程设备，这也是为什么艾斯摩尔、东京威力科创前几季的营收能有高度成长的原因之一。而我们也可以推论，在未来中国半导体接受政府补贴以及添购了成熟制程设备之后，即将杀向全球。从叶伦访问中国到汽车产业的竞争以及半导体产业未来的展望，我们可以把美国经济战的策略做个简单的概括，那就是对于中国低价倾销的产品用关税来因应，像是拜登呼吁对中国的钢铁和铝课关税，也考虑恢复对太阳能板的关税。而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议题，除了调查中国联网汽车的风险，同时也将会逐渐汰换中国制造的港口起重机，之后用日本三井集团的产品来取代。至于最近最火热的 AI 革命，除了政府限制各种高端技术的禁售令，美国民间企业也要加入配合。举个例子，最近微软投资15亿美元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人工智慧巨头 G42， 条件就是 G42 必须放弃使用华为的设备。那么中国的应对策略呢？外交上除了拉拢俄罗斯，经济上还是继续维持制造业低价出口来抢市场，而不是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。这也符合习近平不喜欢给人民提供福利，要大家自找苦吃的路线。这将会造成中国产品持续低价冲击全球市场，而与中国量产有关的半导体成熟晶片、电动车、太阳能、电池以及传统的钢铁、石化、纺织、消费品等行业，竞争与投资的风险都会跟着大幅增加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，这也将是台商有案外包的机会，包括强韧电网、国防安全、卫星及网络通讯，甚至医疗器材及药品等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后，也反映在实际的数字上，使得基础建设、安全物资、高阶技术的价格易涨难跌，这又会让通膨数字的粘性增加，并延后美国的降息时间。财讯粉丝团们，您认为美中持续角力的状况下，投资人的机会在哪里呢？ A. 特斯拉遭遇逆风，长远投资价值浮现。 B. 半导体先进制程避开成熟制程的杀戮。 C. AI 产业将持续带动科技创新发展。 D. 国防安全随着地缘政治紧张逐渐受到重视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